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主要是想记录一下我对于一些，我了解到的 VC 播客的观察。就是我也有在听一些 VC 播客嘛，那我就会在想，为什么有些播客他们会出现一些比较一致的趋势，比如说，也就是我比较好奇的几个为什么当中的第一个为什么。就是我会发现很多 VC 的播客，他们的主持人都是管理合伙人。其实我在想管理合伙人他作为主持人这个角色，我自己觉得是没有把他的价值给发挥出来。当然我也会看到其他一些我觉得很好的例子，比如说他们的主持人是PR 或者是品牌的负责人，那么管理合伙人就作为嘉宾或者是作为投资人这样的角色出现。他不是主持人，而是一个被访谈者。我觉得这样的结构好像就是当他们在聊的时候更能够挖掘出一些信息。因为你在作为主持人的时候，你需要控场，你需要把这个话题的 flow 给牵着走。但是当他作为一个被采访的人的时候，他输出的信息量，他的表达位置，他的在场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为什么嘛，就是为什么有一些 VC 播客他会选择让管理合伙人做主持人，而不是其他的一些角色。就是在我自己的角度看来吧，我是觉得假如说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或者说个人风格很鲜明的品牌负责人或者是内容人来做这个主持人，可能会更加的好。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因为千人千面嘛，可能有的 VC 他是想把这个播客产品和管理合伙人强绑定，那也有他们的考量嘛。然后第二个我好奇的为什么是，就是我感觉有好几档 VC 播客，他们每次更新都是在做 portfolio 的展示，就是告诉别人我们投了什么，或者是让他们新投的这个公司亮相，然后去招募一些人才呀，或者是去告诉大家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又或者是产品即将上市，所以借助这个渠道来做一波宣传之类的，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展示。我是觉得好像如果长期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就有点低估播客的内容价值了。就是当然我也会看到其他的一些VC 播客的例子，比如说有一档播客，我暂时就不提名字了，他做的也是邀请创始人上节目聊东西，但是他聊的方向比较类似于那种科普之类的走向，就是告诉大家他们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会讲讲他们的创业故事。就是整个话题的走向不会让人听起来像是在听这个 VC 他们投了什么项目，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结构的设计的话，会让人觉得 portfolio 感不那么的强。当然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大部分的 VC 他们做播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考量，因为播客增长它确实挺慢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把播客商业化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
虽然的确播客商业化，它的那个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它的阶梯在一级一级往上攀爬嘛。可是我觉得播客的价值在于，就是我们说的长尾价值，就是要给它时间，要让时间来证明它是有价值。就比如说有一些播客的主持人会提到，当他去拜访某些人的时候，那些被他拜访的人就会跟他说，我听过你的节目。那这样子就是双方的拜访或者说交谈就会更顺畅了一些，因为我去拜访他，他对我有前置的了解嘛。再比如说有的时候在面试某些人，然后这些候选人会跟面试官说，我听过你们的播客节目，我也是因为这档播客节目所以才对你们公司感兴趣的。就是播客它的价值既有比如说对外传播，还有因为我刚刚举的例子是就是有点像是在做 sourcing 之类的事情吧，所以就是对内可以是一种 sourcing 的工具，对外就可以是对外传播嘛。接下来讲到我比较好奇的第3个为什么，就是我会发觉很多的播客内容，它大部分都在讲我们投了什么，但是没有去说我们在思考什么。我其实就真的很好奇这一点，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公开？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不便于公开的东西，但是肯定是有一些可以公开的。那这些可以公开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自己品牌的一种外衣呢？让它来反过来塑造我们这个 VC 品牌本身。其实我最近观察到有一个，他应该不是比较正宗的 VC， 但是他也是做创业和投资的，就是他会把内部的一些交流讨论做成播客，然后放出来，就是有点像是几个投资人一起来聊某个话题，聊某个趋势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很有价值，因为我觉得就是根据我的观察来说，因为我不是这个行业的工作人员嘛，所以我也就基于我有限的观察，我是感觉其实很少的投资人，就是在 VC 里面的投资人，他们会公开的去聊说我们关注哪些赛道，我们在关注这些赛道的时候会去看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就是假如说我们发现了某个趋势，然后会怎么沿着这个趋势去走，又或者说最近我们观察到了像硅谷啊，或者是科技圈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对当下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假如这件事情的走向或者预判是对的，那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话题，好像没有，就是当我们聊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背后的人或者是背后的组织站在那里告诉我们在聊这些东西，你可以来关注我们。这就有点像是，假如有人或者是有机构组织打造了这样一个品牌叙事阵，打造了这样的一个阵地，那当我们思考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立马想到说，哎，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们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东西，我可以去关注它，然后把它当成一个信息渠道去获取我想要的信息。那以上是我提到的3个为什么，还有一个为什么是，看一下 ，OK， 这个是也挺重要的，就是我其实有参与一些 VC 播客的制作，然后我会发现，我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其实能够让我
记住的很少，就是在我制作过的所有的播客当中的比例还是很小的一个比例。我就在想，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对他们的领域不了解，还是说对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不了解，所以我对他们的印象不深刻？但是比如说我没有从事过电商领域，但是我会对之前制作过的一期节目的那个讲电商的，他不是创始人，他是某个公司里面的做海外电商运营相关的一个负责人吧，我会对他印象很深刻。再比如说有一个 To B 的创始人吧，他去年公司就是上市了，我对他的影响非常非常深刻。还有就是近期的一期很年轻的一个创始人不行，我的